好多人見過大衛像，但唔知點解佢唔着衫。好多人見過性器官嘅壁畫，但古人究竟喺度搞緊咩呢？好多人一出世嘅時候就會立即被賦予一個性別，但究竟性別係乜嘢嚟？藝術同埋生活息息相關，但係究竟性別又以咩形式存在喺藝術裏邊呢？等我哋一齊嚟藝術那話兒。喺大部分嘅生物學家眼中，性別係一個相對模糊嘅結集，佢同我哋嘅遺傳基因、身體形態結構同埋性行為有關。好多時候我哋出生後就會立即因為我哋嘅性器官形態就被賦予一個性別，即係有姐姐嘅話咧，你就係男仔嚟㗎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因為呢個性別同我哋嘅身體生理狀況有關，所以就被稱為生理性別。由於性器官可以延續血脈，所以好早以前古代人已經對佢出現一啲特殊嘅情結，更加出現崇拜嘅情況。當然佢哋嗰陣時係唔知道人類係通過性交而出現，但佢哋知道一樣嘢，子女係由婦女嘅身體走出嚟。為咗祈求後裔，佢哋好早以前已經對陰部作出崇拜。考古學家曾經喺雲南嘅山嶺裏邊發現幾十個史前嘅岩畫點，其中一個描述住一個山洞，一個由洞裏邊跑出嚟嘅人，同埋12個喺洞口裏邊嘅人。考古學家認為呢個岩畫同埋亞洲一個跨國民族佤族有關係。佤族有一個名為斯干里嘅口傳文學作品，其中斯干指岩洞，里指出嚟，而斯干里指從岩洞裏出嚟嘅意思。由此推論，岩畫描述住一個生育人類嘅洞穴，係一個巨型嘅陰部，同時歌頌着生育嘅過程。咁好耐以前咧，中國亦都有一個神話故事指出，煉石補青天嘅女媧，佢就擁有一個可以容納50人嘅巨型陰部，似乎喺中國境外，考古學家喺俄羅斯、法國等地都曾經發現過一啲喺舊石器時代晚期製造、性徵明顯嘅女性雕像。至於關於陰莖嘅崇拜物，就要喺新石器時代晚期嘅遺跡裏邊發現。相信有關嘅崇拜同埋父系社會嘅發展有密切嘅關係。古希臘嘅藝術品好多同身體、性別有好大嘅關係。或者有觀眾會問：點解藝術館裏邊咁多雕塑都唔着衫嘅呢？我哋現代人或者覺得裸露呢樣嘢係同情慾有關係，所以覺得裸露嘅身體好陌生，覺得好似少咗一啲嘢咁樣。但古希臘嘅人就認為身體同埋靈魂係一個整體，所以覺得展現身體係件自然不過嘅事，而衣服只係用嚟保暖裝飾。佢哋更將衣服設計成為可以隨住身體嘅動作而擺動，以強調身體嘅動作。喺佢哋文學作品裏邊，健康、勇敢、美德、財富呢幾個字嘅詞根係一樣，而懦弱、貧窮、惡行呢幾個字嘅詞根都係。當時佢哋要求男性嘅身體必須展示肌肉同埋力量，具備健康美，同時喺運動嘅時候表現最大程度嘅動態美。就算係女性，藝術家亦都會刻意強調佢哋身體上肌肉嘅線條。由此可見，喺佢哋眼中，強壯嘅身體同埋美善有莫大嘅關係，不可或缺，亦都不容借疑。基於古希臘人嘅價值觀，藝術家創作嘅時候會重視作品嘅對立式平衡，透過扭動人物嘅膊頭、盤骨，令到身體偏離正軌，既展示身體嘅動態美，又滿足當時嘅人對身體各個部分對稱嘅要求。古羅馬藝術亦都承繼咗古希臘嘅傳統，喺作品顱孔像裏邊，人物都擁有明顯嘅肌肉，而佢哋嘅身體亦都大幅度伸展扭曲。透過人物同埋巨蛇激烈格鬥時瞬間嘅表情同埋動作，我哋可以感受到佢哋當中嘅力量。但喺欣賞藝術品嘅同時，觀眾應該好容易察覺到一樣奇怪嘅事：點解咁強壯嘅古希臘羅馬雕像，佢哋通常都會擁有一個咁細嘅陰莖呢？學者肯尼斯多弗表示，當時嘅人比較喜歡細小嘅下體，認為大型嘅同愚昧、淫蕩、醜陋有關，所以只有少數嘅古希臘雕像擁有巨大嘅陰莖，而普利普斯就係其中一個。普利普斯係希臘神話裏邊嘅生殖之神，當佢仍然喺母體裏邊嘅時候，佢就遭受到詛咒，繼而長出各種巨大嘅器官，包括一個永遠勃起嘅陰莖，結果就咁被棄養。可想而知，相對於性器官嘅大小，佢哋更重視其他美嘅條件。古希臘人強調對體格嘅要求同埋追求，到而家都影響住好多人。
喺1960到70年代開始，攝影師池頭堡出版咗3本有關日本年輕男性嘅相集《Otoko》、《睇道》同埋《裸祭》，將鏡頭聚焦於健美嘅男性身體，亦將西方嘅價值觀帶入日本，呈現以往日本少見嘅光陽美，影響住好多後輩。自古羅馬時期開始，好多藝術家都開始為男性穿上衣服，但又繼續令大部分嘅女性裸露喺人前。藝評人約翰伯格曾經指出，裸體係回復自我之道，而成為裸像就係要等人觀看裸露嘅身體，係不由自主嘅。裸露嘅身體要成為裸像，必先被當作一件觀看嘅對象。同古希臘時期嘅藝術家唔一樣，佢哋喺描繪女性嘅時候比較着重窺探嘅心態，佢哋好希望透過女性嘅身體嚟滿足自己嘅慾望。印象派畫家雷諾亞嘅作品《弗拉肖像》大概可以比較具體咁樣描述呢個情況。喺作品裏邊，一個又矮又肥又禿頭嘅收藏家正在玩弄住一個裸露嘅女性雕像。基於佢嘅身份，佢有權力刑事操控象徵女性同埋女性身體嘅作品，而作品只可以被動地接受有關嘅安排。喺創作嘅時候，藝術家有權力去呈現呢種不平等嘅關係，但同弗拉肖像唔一樣，被賦予權力嘅通常係創作者自己同埋觀眾佢哋。再加上歷史上面好多藝術家佢哋都係男性為主，所以加深咗呢個不平等關係同埋兩性鬥爭佢哋嘅聯繫。只要我哋比較兩幅蘇珊娜預像者，大概可以知道問題所在。女性藝術家真替萊希同埋男性藝術家阿洛里同樣畫咗蘇珊娜被兩位不懷好意嘅長者企圖侵犯，寧死不屈嘅聖經故事。前者描述出蘇珊娜被侵犯時厭惡、果斷拒絕嘅表情，後者就將蘇珊娜描繪成為冇反抗、逆來順受嘅樣子，彷彿就好似冇思想同埋主見一樣。同主觀嘅想法相比，後者更加着重呈現蘇珊娜肉體嘅吸引力，令觀眾忘記故事本身嘅暴力。類似嘅作品只係透過裸露女性嘅身體而吸引觀眾嘅目光，既埋沒女性真實嘅本性、思想同埋感情，又貶低女性嘅價值，所以到而家嚟講，呢啲作品都受到一定嘅批評。印象派畫家馬內亦都曾經因為女性裸露嘅事而引起一片譁然。佢參考咗提香嘅烏爾比諾的維納斯，創造出作品《奧林匹亞》，但係佢竟然將提香嘅維納斯女神改為一個有名有姓嘅性工作者，將人物含蓄嘅眼神改為無羞恥嘅直視，將畫中代表忠誠嘅小狗改為代表性慾嘅黑貓，將背景中嘅嫁衣改為恩客送嘅花束。自古希臘羅馬時期到文藝復興時期，絕大部分裸露嘅女性都係嚟自宗教或者神話嘅女神。當藝術家為描繪對象冠上女神嘅名義，又將女性嘅身體理想化之後，畫裸女呢件事就會變得容易被接納。但馬內就直接以當時嘅性工作者為描繪對象，撕破佢哋假面目，所以招來憤怒。喺性別印象刻板、女性欠缺權利嘅情況之下，好多當代嘅藝術家開始關注性別呢個議題，質問社會。藝術團體游擊隊女孩曾經計算過藝術展覽裏邊男女作品嘅比例，佢哋發現女性藝術家嘅作品低於5%，但現場就有大概83% 嘅裸體畫都係以女性為主題，批評男女不平等嘅情況。藝術家琳達本格利斯曾經喺相裏邊戴住太陽眼鏡，展示裸露嘅身體，同時擺出誘人嘅姿勢以吸引男性同埋滿足佢哋慾望，但與此同時，佢嘅右手握住巨大嘅假陰莖嚟干擾男性嘅目光，嘗試以嘲笑嘅方式嚟挑戰男性嘅權力。藝術家哥白塑造咗一個既有胸毛又有乳房嘅身體，我哋好難去界定呢個作品所顯示嘅係男係女，亦因此藝術家暗示咗性別嘅不確定性。畢竟社會上唔一定只有男性或者女性，可以好似希臘神話裏邊嘅阿格迪斯提斯一樣，非男非女，雌雄同體。由崇拜、欣賞、滿足慾望到爭取話語權，一直以嚟我哋對身體同埋性別嘅理解、想像同埋態度一直都喺度改變緊，亦令藝術家有住好多唔同嘅介入點。有機會嘅話，我哋再同大家了解更多。